大家好，我是健康之道的蔡志林。今天这一期内容可以说是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钱包安全，尤其是在2026年元旦即将到来的时候，金管会为了全面打击诈骗活动，向全台银行发布了堪称史上最严格的限令。从明年1月1日开始，如果您去银行柜台提取现金超过一定金额，光靠身份证和印章可能就行不通了。要是您没办法拿出具体的证明文件来说明这笔钱的用途，银行工作人员完全有权利拒绝办理提款业务。更要注意的是，如果您在沟通过程中显得含糊其辞或者情绪过于激动，银行甚至可能报警处理，而您的存款因为涉嫌诈骗或洗钱被冻结，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的事情。所以今天这一集，志林就要一步步教大家元旦之后去银行到底该带哪些东西，该怎么说才能顺利把自己的钱领出来。千万不要到了柜台才发现白跑一趟，甚至不小心惹上官司，那就真的麻烦了。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我想请大家先动动手指，点击订阅我们健康之道频道，并且在评论区留下我要顺利领钱这句话，让我们一起在政策变化的浪潮中牢牢守住自己的财富自由。毕竟赚钱不容易，守住钱更是一门学问，对吧？咱们先来谈谈，为什么银行偏偏要在这个时候为难我们呢？这可能是很多长辈心里最不舒服的地方。大家常常会想，这钱是我辛辛苦苦赚来的，存在银行里，怎么我想要拿回来的时候，还得像被审问一样？其实啊，这背后的逻辑已经彻底改变了。以前银行是服务业，讲究的是客户至上，可现在在防诈骗的大旗之下，银行已经转变成了监管业。因为诈骗集团实在太过猖獗了，那些车手取钱的速度快得惊人，导致金管会不得不推出诈欺连坐法。这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如果有一个诈骗车手大摇大摆地从某个银行的柜台领走了骗来的赃款，而当班的行员如果没有尽到关怀客户、仔细提问和认真查证的责任，那么这家银行不仅要赔偿受害者的全部损失，还得面对巨额的行政罚款。在这种高压政策下，银行行员的心态其实已经变成了宁可错杀1000，也绝不放过一个。他们宁愿得罪您，被您骂几句，也绝对不愿意冒着自己丢饭碗的风险，让一笔可疑的现金流出去。所以，当您觉得行员问东问西特别烦人的时候，请您一定要理解，这是2026年的新常态，不是针对您个人，而是针对所有人的无差别风险控制。大家都不容易，互相体谅一下，事情办起来才会更顺利。那么这个关键的红线金额到底是多少呢？很多有经验的大哥大姐可能会脱口而出，我知道啊，是50万吗？超过50万就要登记大额通报了。志林在这里要告诉您，那已经是老黄历了。虽然法律规定的洗钱防治通报门槛依然是50万，但在银行内部的实际执行风控标准上，这个门槛早就大幅降低了。进入2026年，一条新的隐形红线已经划定了。对于 ATM 提款，只要超过新台币3万元，系统就会开始在后台进行监控。而对于临柜提款，只要超过10万元，请大家注意，是仅10万元哦。只要行员觉得您的神情有点紧张，或者这是一个平常不怎么动的老账户，突然要领10万，行员就必须启动关怀提问的标准流程。行员会问您，这笔钱要用来做什么？给谁用？为什么非要领现金而不选择转账呢？如果您回答的支支吾吾，或者给出的理由不太符合常理，他们就会暂停办理。而如果您要领取的金额超过了50万元，那这就是绝对的红色警戒区了。没有佐证资料的话，基本上是1毛钱都领不出来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对这个数字心里有数，提前做好准备。接下来，志林要重点给大家拆解3个最容易踩到的地雷行为。这些都是过去很多长辈习以为常，但在2026年新规定下会被视为高风险的动作。如果您不小心做了这些事，那真的不能怪银行不给您办业务。第一个地雷，也是最常见的，就是说不出具体合规的用途。以前行员问您领这30万要干嘛，您随口说一句家里要装修，或者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行员可能笑一笑就给您办理了。但在2026年，这招已经行不通了。现在的规定是口说无凭，必须拿出证据来。您说要装修，没问题，
请出示您和装修公司签订的正式合同，或者对方开出的报价单以及定金的收据。您说儿子要结婚，那先恭喜您了，但请出示喜帖或者饭店的订席确认单。如果您什么文件都拿不出来，只凭一张嘴说要用钱，行员会合理怀疑您是不是遇到了假冒亲友的诈骗，或者是假冒检警的诈骗。他们为了保护您的财产，会拒绝让您提款，甚至可能把警察叫到现场来帮您确认情况。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您本来只是想领钱买套新家具，结果弄得警察都来了，这得多尴尬啊！所以，具体而有效的佐证资料，就是我们通关的第一把钥匙，千万不能忽视。第二个地雷叫做频繁的蚂蚁搬家。有些聪明的长辈可能会想，既然去柜台领大钱要被问话，那我干脆不去柜台了，我每天去 ATM 领个3万、5万的，连续领他个10天半个月，不也能凑出几十万吗？志玲必须严肃地警告您，千万不要这么做，这是目前银行 AI 风控系统最容易抓到的异常交易模式。现在的银行后台都有大数据模型在24小时不间断监控，一个平常只有小额消费的退休账户，突然连续多日顶格提款，这在系统看来就是典型的车手洗钱或账户被盗用的特征。一旦被 AI 系统锁定，您的提款卡可能会在下一次插入机器时直接被吞卡，同时您的账户会被立刻列为警示户进行暂时冻结。一旦变成警示户，那麻烦可就大了，您得拿着各种各样的证明材料，跑银行、跑派出所去解释资金的来源和用途，整个流程走下来，短则半个月，长则半年。这期间您的钱就是看得见，摸不着，用不了。为了省去柜台的几句问话，结果给自己找了更大的麻烦，这绝对是得不偿失的做法。咱们可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啊！第三个地雷，这可能很多人都没注意到，就是身份证上的照片太旧了。为了配合2026年的金融安全升级，银行对于人证合一的查验标准变得极其严格。很多长辈的身份证可能还是10几20年前换发的，那时候的照片头发还是黑的，脸上还没有什么皱纹。现在您本人站在柜台前，虽然是同一个人，但外貌变化实在太大了。以前行员可能看一眼觉得差不多就过去了，但现在如果行员认为照片和本人无法确认为同一人，或者系统的人脸识别辅助验证不通过，他们完全有权要求您必须先去户政事务所换发新的身份证，并更新留存在银行的照片资料之后，才能办理提款业务。这虽然听起来有点扰民，但在实际操作中，已经有非常多因为照片太旧而被拒绝办理的案例发生了。所以，如果您最近有大额用钱的需求，我建议您先拿出自己的身份证仔细看看。如果照片真的年代久远了，建议您抽空先去换一张新的，免得急着用钱的时候被卡住，那才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说了这么多吓人的地雷，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做，才能在2026年顺顺利利的把自己的钱领出来呢？志玲在这里教大家一套保命 SOP， 只要您照着做，行员立刻就会给您放行，甚至还会觉得您是懂行的优质客户，办起事来自然更加顺畅。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大额提款请务必提前预约。如果您预计要领取超过50万元的现金，请至少提前1天打电话给您要去的那家分行，在电话里您可以先告诉行员，我是某某某，我明天想去领100万，用途是因为我要买一辆二手车，或者是要给孙子包个大红包。这样做有2个明显的好处。第一，银行需要时间帮您准备大额的钞票，避免您到了现场却发现钱不够。第二，这代表您心里坦荡荡，不怕被问，主动报备用途，会让银行觉得您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不是被诈骗集团临时洗脑操控的。这会大大降低您的风险评级，后续处理起来就快多了。预约这个小小的动作，能为您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其次，就是要把相关文件带齐全。咱们前面说了，口说无凭，您如果真的是去买车，就带着正式的买卖合约；如果是去缴税，就带着税单。如果您是想领钱出来放在家里以备不时之需，虽然志玲个人并不建议这么做，您也要准备好一个合理的说法，并且在面对行员询问时，眼神要坚定，语气要平和。您可以说，我知道现在的诈骗很多，
谢谢你们的提醒，但这笔钱我确实有私人用途，这是我的身份证，请帮我办理。如果行员还是不放心，您可以主动提议，如果不放心的话，可以打给我儿子或者女儿确认一下。主动提供查证的渠道，往往是消除对方怀疑的最好方法。将心比心，行员也是为了我们的财产安全着想，大家互相配合，事情就好办多了。最后，志玲还是得劝大家一句，尽量多利用汇款或者转账来代替领取现金。现在的政策导向就是在推动无现金社会。如果您是去买房、买车、支付装修款，直接用银行汇款是最安全、最快捷，也最不会被刁难的方式。银行对于转账的管控虽然也有，但比起提领大额现金来说，要宽松得多，因为资金的流向是清晰可查的。除非您真的是要发红包，或者是在一些乡下地方进行必须使用现金的交易，否则能刷卡就刷卡，能转账就转账。如果您坚持要领几十万现金放在包里带走，不仅银行会担心，您自己在路上走也得提心吊胆，万一不小心丢了或者被抢了，那可是一辈子的积蓄啊，后悔都来不及。科技在进步，我们的观念也要跟着进步，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总结一下，从2026年元旦开始，咱们去银行领钱，形势真的和以前不一样了。现金为王的时代，在防诈骗的大背景下，某种程度上变成了现金为难。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核心原则，超过10万要准备好合理的理由，超过50万就一定要准备好相关的文件。到了柜台，千万不要跟行员吵架，也不要拍桌子说这是我的钱，凭什么不让我领？行员也是打工的，他们也是被金管会的规定逼得没有办法。您越是情绪激动，越显得不耐烦，在行员眼里，您就越像是一个正在被诈骗集团恐吓的受害者，他们就越不敢把钱交给您。保持冷静，资料备齐，理由正当，这才是最快最有效的通关秘籍。咱们要把力气用在正确的地方，而不是浪费在无谓的争吵上。眼看着农历春节马上就要到了，这是咱们中国人最重视的传统节日，大家都要领新钞，都要包红包，给晚辈们一个好彩头。致林真心希望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过个好年，不要因为不知道这些新规定，到了银行柜台却领不到钱，生一肚子闷气，甚至坏了过年的好兴致。所以致林恳请大家一定要把这一期视频分享给您的家人，特别是家里的长辈，提醒他们，如果要在年前去银行领钱，赶紧先检查一下身份证照片是不是太旧了，如果数额比较大，提前把相关的证明材料找出来。多这一句提醒，可能就帮他们省去了无数的麻烦，让全家都能过个安稳年。政策在变，环境在变，我们的应对方法也要跟着变。在这个诈骗横行、风控收紧的年代，只有掌握了正确、及时的资讯，才能守住我们的财富，顺利行使我们的权利。我是志林，我会持续为大家关注2026年所有会影响您荷包的新政策、新规定，无论是劳保年金的变动，还是银行存取款的新规，只要是关系到大家切身利益的事情，志林都会在第一时间为大家深入解读，帮大家提前避开各种坑。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请不要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开启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任何一期的精彩内容了。咱们下期视频再见，祝大家钱袋鼓鼓，万事如意。